台湾人到底愿不愿意捍卫家园？有些民调显示60%民众不愿意上战场，但也有民调说超过一半的民众愿意抵抗中国入侵。同样是台湾人，为什么民调结果会差这么多？今天这支影片想和你分享3件事：为什么民调题目设计会影响防卫意志的结果？台湾人长期的抵抗侵略意志究竟如何？也会推荐你相关的统计数据资料。最后也会示范如何用 AI 工具辅助查证民调的媒体报道内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科生的跨界笔记数据开箱系列，我是 Esther。关于防卫意志差很大的民调解读，国防安全研究院曾经有过分析，差一点往往和问卷题目的设计有关。第一个是战争情境的设定，也就是战争是怎么开始的，是中共武力侵犯还是其他的因素，不同情境回答可能就不一样。第二是行为定义，如果将防卫国家行动限缩在拿武器上战场，很多人的意愿会下降，但如果放宽到后勤支援、医疗救援，那么参与的人数意愿会增加。第三是风险假设，当问题涉及到家人风险和只有自己风险时，结果也会有不同。所以说民调题目的设计其实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。也因为观察到题目设计的影响，国防安全研究院在2025年的调查中，把参与防卫的概念细分到不同类型的行动。半数民众表示，在遭受侵略时，愿意在社区协助传递正确的资讯。47%的民众有意愿加入民防或后勤支援，37%的民众愿意提供专业支援，例如医疗或心理支持。因此，从中央到民间团体都逐渐投入民防教育和训练。但所谓的民防并非只针对战争时期，地震或天灾的发生，同样也需要民防的加入。另外，题目中的用字也会影响答案。如果题目用上战场，回答意愿较低，但如果改成保卫国家，意愿往往会提高。这就是所谓的框架效应，不同措辞会影响人们的认知与判断，甚至有些受访者可能会倾向给出符合主流价值的回答，而非内心真实的答案。且对战争的想象也可能让回答理想化。整体而言，防卫意志是牵涉到对胜算、风险、代价的评估，还有爱国认同的情感因素。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台湾人的防卫意志呢？根据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一份实证研究指出，影响民众防卫决心的因素包括了威胁感知、国防信心以及美国协防的预期。其中，对国军战力的信心更会影响民众的防卫意志。当民众越相信国军有能力抵抗侵略、捍卫台湾的意愿也越高。研究甚至发现，对国军有信心者的防卫意志比没有信心者高出 5.2 倍。那么，时不时遭受的共军军演侵扰会影响民心士气吗？研究显示会，但是属于短期效应。这也是为什么像瑞典在全国发放民防手册时，会特别提醒瑞典民众，如果看到任何政府投降的讯息，都是假消息，来稳定民心。那么台湾人长期的防卫意愿到底是高还是低呢？根据2019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，台湾的国家防卫意志居全球中间，高于乌克兰在战争爆发前的意愿。而国防安全研究院在2021到2025年的定期调查中显示，台湾的防卫意愿长期维持在66%到70%左右，不太愿意以及非常不愿意的比例平均落在30%以下。年龄方面，年轻族群非常愿意的比例约20%，虽然是各年龄层中最低的，但如果加上有点意愿，整体会接近60%。换句话说，网络上营造的年轻人是投降派，其实并不符合真实世界受访的调查结果。过去研究也指出，30岁以上的民众抗敌意志通常最高，但这并不代表年轻族群被贴上了草莓族的标签。而政党支持对防卫意愿的影响又是如何呢？根据调查，民进党的支持者防卫意愿最高，但国民党的支持者也有20%愿意捍卫家园。这显示，纵使政治立场不同，但国家安全的议题上，仍有民众超越了政党的党派意识。整体来说，更认同台湾人身份，支持维持现状或是独立者，具备坚定的抗敌意志的基盘。有趣的是，中央研究院研究也发现，所得分配的差距其实也会影响防卫意志哦。当民众感受到生活经济压力，那么捍卫家园的意愿可能会下降。至于美军协防与否，会不会影响台湾人的防卫意愿呢
2024年中央研究院美国肖像计划的调查显示，如果美军不协防，约有 58% 的民众表示具有强烈的抵抗意志。但如果美军会协防，强烈抵抗意志略降到 56%。这是否代表台湾人竟然就选择躺平呢？其实不是，因为有点愿意的比例增加，不太愿意的比例下降，主要是有部分的比例流向了未表态的选项。整体来说，不论美国是否协防，仍有超过一半的民众具有强烈抵抗的意志。政党光谱的部分，民进党和民众党支持者较支持对美军购，国民党则不到一半。而民进党的支持者，不论美军是否协防，都不会动摇抵抗的意志。但民众党和国民党的支持者则会随着美军出兵与否而摇摆。回到今天的问题，为什么不同民调台湾的防卫意志差这么多？很多时候并非台湾人意愿突然改变，而是民调题目怎么问，同时又综合了时空背景、主观意识和政治的倾向。未来如果你想持续追踪国防意愿的相关调查，可以关注国防安全研究院定期发布的民调资料，或是中央研究院的不定期研究。如果想看更深入的学术分析，也可以参考军事社会科学专刊这类的研究出版品。影片最后也和大家分享如何用 AI 协助解析防卫意志民调的报道。你可以找到报道之后把媒体报道的网址直接贴进去 AI 工具， AI 会提醒留意题目的设计是否可能具有诱导性，以及调查的方法是不是网络问卷还是依照传统的抽样调查模式。当然你也可以再把其他的媒体丢入 AI 检视分析结果，中立性是否保持一致，但请留意下的提示词要一致哦。当不同媒体的报道被放入同一个对话框， AI 能够协助比较为什么不同民调出现差异，同时也会针对可能的盲点误区给出提醒。今天这支影片和大家分享了台湾防卫意志的统计资料，也示范如何用 AI 工具帮助我们更理性的理解各家民调数据和新闻报道的字眼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想知道 AI 生活应用，从统计数据看时事或政府资源，有兴趣的听众别忘了订阅文科生的框架笔记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也欢迎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让我知道。祝大家生活顺心平安，我们下个话题再见，拜拜。